终有答案会迎追寻，在更激烈的 learning， 勇敢机智的倾听，风暴会给予强健的余力，往更高之处攀进，直到云层之上的群星，闪耀出胜过日月的光影，沸腾的心跳与此呼应，世界不是赌上一切证明 I'll be there someday。 在大陆的尽头，在这云海彼端的世界第一强国，这里有数不尽的财富，享不完的名声。平等的规则前，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人上之人。他们一个是高帅富，而另一个则是矮矬穷。尽管如今的两人有着天壤之别，然而他们却是在同乡长大，曾经穿着一条内裤的玩伴。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高中，他们都形影不离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他们现在的地位如此天差地别呢？那就是国家特级学历测验。在这片大陆之上，只有学历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，而这被大家称为特测的试炼中，突破考验者通往的是人生巅峰之路，而落榜者则跌入人生疯癫的深渊。所以大陆的孩子们从出生起，生命中便只剩下学习以及氪金的教科书。父母为了能让孩子通过特测，不惜砸锅卖铁，而子女为了回报父母的期望，只能埋头苦读。那些从出生就拥有了高智商，亦或是疯狂努力的学生，被人们称作学霸，又被称作 L 类生。当然，不可能人人都是学霸，也有着一些使用特殊手段的学生存在。像这种专门用来写小抄的人造皮肤，厚度仅为0.2毫米，更有内网膜投影的隐形眼镜，能瞬间将考卷上的语言翻译成你的母语。这种耍花枪的手段固然违法，但高风险高回报的现实，让很多家长都加入了花枪大军。别怕，乖儿子，爸爸会让你成为最厉害的学超。等等，老爸，我上个2本就行了，你真是要我命啊！来，
所以，那些将自己的一辈子都赌在耍花枪上的学生，被称作学超，又被叫做 C 类生。他们在考场上用尽浑身解数，只为通过这难如登天的特测。国家特级学历测验是绝不可小看的。远在1000年以前，始于隋朝的辽录用测验官科举开始，他们这群国家特级考官便不断与各种各样的作弊行为进行着战斗。冤枉了，我没作弊，我真的没作弊，求你们帮我吧！仅靠这种三脚猫的技术是无法存活下来的。哎呀，我去，好疼啊！我的妈！老子明天还会回来的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无论是谁，只要想往上走，便肯定要参与这一场残酷的厮杀。其中一人自小就是3好生，门门满分的典型学霸，而另一个人却……哎呦，用全部青春年华磨练花枪技巧，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学超。而对于学超而言，学霸是必不可少的搭档。只有成功抄写了学霸的答案，他们才能在这场厮杀中存活下来。那么，对于学霸们而言，学超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？给老子死开！名额就那么多，竞争者自然是越少越好。无论是学超还是学霸，都希望除了自己的搭档以外的全员失格。学超要保护好自己的学霸，而学霸则负责告诉自家学超答案。谁都离不开谁，只有成为完整的组合，才能够突破重围。你好，无耻！实施本质核！妈蛋！我去，竟然敢打我老婆！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，即便是天崩地裂、世界毁灭，只要还没有倒下，他们就绝不会放弃合格的希望。怎么会？喂，喂，醒醒！然而，至高的智慧、强大的力量和冷静的判断，只有同时拥有这3种才能的人，才能够斩落桂冠，走向巅峰。谢谢你。这就是国家特级学历测验。现在，
有一对少年和少女正准备迎接挑战。少年的名字叫诸葛牧明，少女的名字叫黄巧一。两人为了拯救蒙受不白之冤入狱的牧明之父，不顾险阻，毅然前来参加这场地狱般的测验。这些将被后人奉为传说世代的学生们，现在正摩拳擦掌地迎接这一场在他们生命中最为盛大，也是最为艰难漫长的测验。故事即将被书写，不过，故事归故事，大家可千万不要在现实的测验中进行作弊等不正当的行为。否则这一辈子都抽不到 SSR。好机会！那是莫非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诸葛刘千树？哦，就是那个三国时期的天才军师诸葛亮发明的秘术吗？哼，从未见过拥有如此绝技之人。这是用红外线做的机关吗？小儿科的东西。哼，这也能叫国家特级学历测验吗？接下来轮到我的表演时间了。诸葛刘千树，森罗万象。森罗万象。将纸条撕扯成任意形状进行自由操控，这是诸葛刘千树的基本技能之一。充其量也就是个机械的机关而已，运作规律我早就看穿了。小儿，答案搞定了吗？当然，所有的题都做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小情人性子比较火辣。看来这边还有一个麻烦的对手。那当然，
这场考试怎么可能只让你们合格呀？谁怕谁呀？来战个痛啊！雕虫小技，一个两个的净耍些小伎俩。这学校的人都是练杂技的吗？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，用我祖传的诸葛刘谦术的精髓。怎么样，这些家伙的毒给力吧？不赖呀！你也是。小娃们，你们闹腾的可真欢呢。不过从现在起，老朽可不会再由着你们胡来了。这是……这便是老朽的秘技。蛇眼缚蛙，蛇眼缚蛙，用特殊的眼力制造出幻术，束缚住对方，令目标如同被蛇盯上的青蛙一般，无法自由行动。身体完全动不了了。怎么了，小娃们？再不快些的话，可就要掉卷喽。别白费功夫了，就凭你们这点本事，还想破解老朽的幻术？不行啊，太厉害了！亲手将年轻人的大好前程给埋葬的感觉，老朽最喜欢了。可恶！要是能有一只虫子碰到他的身体就好了。切，我还以为只是个爱喝酒的糟老头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老变态。干得不错嘛！那么接下来，尝尝我这招如何？计划通。早说过你们这是白费功夫。这间教室就如同老朽的家一样，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机关，我可是清楚的很呐。还没完呢！都说了，你这是白费功夫。怎么会这样？居然连诸葛刘谦术也没法击败他吗？还有5分钟就收卷了，死了这条心吧你！得手了。你做了什么？要是能有一只虫子碰到它的话就好了，对吧？没错。下毒吗？大意了。这下你那个什么蛇什么蛙的怪招就没法用了吧？不过距离收卷只有1分钟了，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天真，你也太小看我家牧民哥了。还有1分钟，时间足够了。诸葛刘谦术，抽刀断水。抽刀断水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纸，都可以精准的分成2半，这可是超精密的技术。什么？交卷完成，就没有我诸葛刘谦术解决不了的问题。
就这样，诸葛牧明在临仙中学的入学测验落下了帷幕。这下我也是这里的学生了。不要大意了，只不过是个入学测验罢了，事情才不会就这么简单结束了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谨慎啊！我知道了，巧儿，我一定会以全年级第一的身份从这里毕业的，然后通过特测给你看。好啊，等通过了特测，就能成为国家的特权阶级了。到时候，即便是想要引渡在国外的人都可以轻松办到。是，到那时候我就可以把爸爸救出来了。是啊，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，绝对不能忘掉。在达成目标之前，我才没有功夫干别的，一鼓作气拿下第一。好可爱啊！说好的没有闲工夫呢，白痴哥哥。你讲述着梦想的轮廓，道路需要自己开拓，想要达到目标需要认真，别懒惰。你在心中埋藏太多困惑，不付出行动，别想要结果。有些人大道理很多。